美妙的街心花园。金靖编剧。这个本子是，说实话，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个心声，我就是一个瞎写。其实它不是瞎写。我们找到了那个怪异和温暖的那个。我们找到了吗？我们有这个质感。一遍又一遍的问这个怪点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这次创作过程非常不怎么样，我跟于耀就是一个大型的吵架。其实这个创作初衷它不是以故事和人物为优先，它是一个怪点为优先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要把这个怪点明确，但是现在不够明确，因为咱们是个共创。我听到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，继儿，这个本是你弄的，你想怎么样，你来把控吧。就到这个时候说，哎，你来说，不是让你来说什么，我们得有一个人拍男人决定，习惯的人离家出走。我们标题里面前面有证词的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怎么写这个标题的人离家出走找到了，人杀了。其实也不是一个很矛盾很大的吵架，就是两个人，你知道情绪上来了之后，话赶着话，他们就吵到后面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石头让他来说明白就好呀。他谁来说明白？他前几天我觉得他应该来，等等，他应该来道歉。哎，为什么是他应该来道歉呢？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排，他有在努力排吗？没有吗？我觉得我们把情绪释放出来是好的。其实没有多大的矛盾，我们昨天把情绪都释放出来了，其实就好了。我们关系太好了，然后互相都默认就是我们的需求，其实对方应该是知道的，但是其实不知道，然后所以就一直拖，拖到最后就差一点什么都来不及。只要忽略的这种行为，这就都是好。那或许应该需要更直白的表达，不要以为关系这么好不好就不会这样，越是好越是需要，不能忽略。就和我们的作品一样，往往最亲近的人，容易被忽略彼此。美妙的街心花园，我是被人忽略的一棵大树，在这儿待了几十年，有个奇妙的发现，人们也会彼此忽略。鸟儿忽略了天空，树也忽略了风，往往最亲近的人啊，最容易被忽略。宝贝，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我今天过得很好，妈妈过得怎么样？妈妈今天也过得很好，我们真是幸福的三口之家。三口之家，爸爸呢？你不说我都没发现，他好像给我发了条消息，我还没听呢。赶紧听一下吧。好。我好友太多了，找不到你爸了。我来，我好友少。我没有通过爸爸的好友申请。哎呦，找到了。老婆，因为我长期被某人忽略，所以我决定离家出走了。哎，你千万不要到街心花园来找我，就这样吧。天哪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在街心花园？赶紧走吧，爸爸不让我们找他，快跑！说了句反话，你们就走了？难道听不出来我是在撒娇吗？原来是在撒娇啊！师傅你好，你看见我的老公了吗？我就是你老公，好吗？我跟你开句玩笑嘛。他是你爸爸吗？我不确定啊。我能听到你们说话，好吧？你能听见我们说话？我们这是幸福的三口之家。哪里幸福了呀？我在家你们不理我，我出走你们不找我，我唱首歌出来你们还不认我。看看我，看看我，看看我吧。男人到了中年就会腰膝酸软、四肢无力，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被家人严重的忽略了。所以我才会走进那家小店，他们说只要一次就能让我找回自己的尊严。我说还等什么呢？抓紧时间吧。就这样，我纹眉了，还失败了。老公，老爸，我看见你了，你现在是家里无法忽略的存在了。你好明显啊。我看起来怎么样？
你看起来真好笑，像愤怒的鸟一样。那你们就不要看我了呀！别看我了，别看我，我不好看，我不好看。没关系的，你虽然不好看，但是你好认呐。怎么，你们还愿意接受我吗？接受这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我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美妙的街心花园，你总能遇见被忽略的中年男人。他怕妻子不爱他，怕女儿不在乎他，只能离家出走啊。就不敢走得多远，只能躲在这花园。美妙的街心花园，回家吧。哪怕是他纹眉失败了，像个笑话，但是他却带给家人快乐呀。二叔，大哥、大嫂、大侄女，不好了，你们的大侄子不见了。大兄弟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哟，大哥，你今天看着格外的明显。嗨，我不是去纹眉了吗？哟，那是喜事儿，咱哥俩喝一杯。走。二叔，你来这街心花园干嘛来了？哈哈，别提了，小杨不见了，我来找他呀。大哥、大嫂、大侄女，咱们先把纹眉和喝酒的事儿放一放。你先提的吧。哈哈哈，别提了。这孩子给我留了条语音，就消失了。爸爸，因为我长期被某爸爸忽略，所以我决定在生日这天离家出走。别来街心花园找我，就这样吧。你看把孩子委屈的，今天还是他的生日。老杨，那不是正好吗？怎么说，嫂子？今天是孩子的生日，他曾在今天来，又要在今天走，也不失为一段佳话。我要写进课文里。那我们快回家吧，走。等等。我非常理解大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，可是该怎么说呢？我这个儿子我还是挺喜欢的，大家是不是帮忙找一会儿？老弟不要多说了，都理解。全家紧急集合，地毯式搜救现在开始。小杨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回家喝酒吧。喊了3声就走了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地毯式搜救吗？小杨，儿子，你为啥离家出走呀？因为我的梦想被忽略了，我的老板忽略我的梦想，我辞职了；女朋友忽略我的梦想，我分手了；老爸忽略我的梦想，我只能离家出走了。梦想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。你们干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人家说的是追梦，向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。闭嘴，就不能听我一句吗？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。要问我梦想是啥？我的梦想是芭蕾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你的梦想是拉丁，是 popping， 是雷鬼，是纹眉。芭蕾是芭蕾。就因为我38岁，我就要忽略我的梦想吗？不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大跳了。儿子，你从来也不会大跳舞，可我就是想挑战，挑战世俗，打破常规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知道。
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美妙的街心花园，你总能遇到30多岁的孩子，还有未完成的梦想，总被家人忽略，只能离家出走啊。好听，却不敢走得多远，只能躲在这街心花园。哦，美丽的街心花园。哪怕是他的梦想看来像个笑话，但是他还有家人陪着他。我们以后不要再忽略家人了。弟弟，说得好啊，但是我一直觉得，妈妈一个人生出了我们2个不太科学，我们俩应该有一个爸爸。我们有啊，我们的爸爸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好像出走了有20多年了，一直没人找得到他。爷爷会去哪儿呢？美妙的街心花园，你们以为我只是一棵树吗？我是故事里的爷爷，离家出走的爷爷，我是一直被他们忽略的爷爷爷。爸爸，你会去哪儿呢？爷爷，你应该很快乐吧？爸，每次来街心花园，总是很想您呐。这是为啥呢？对呀，为啥呢？因为我就在你们旁边，搁这儿伴奏呢。我抱个吉他，我弹了半天，不明显吗？OK， 没有关系，我就化作大树，守护大家。美妙的街心花园。等等，我突然间想到，万一爷爷真的就在这儿呢？对呀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唱个优美的和声给他听呢？好。美妙的街心花，哦耶耶耶，哦耶，这个好，挺好的，这个好，好，这是有结构，很暖啊，这个。全场观众记得给这个作品投票。3、2、1，来，有请演员。眉毛还是要显眼，眉毛好明显。编剧是金靖。小磊，怎么想起编这么一个就没头没脑的这么个剧？这个剧比较特殊，他们说你放心大胆的写，我说那我就随便一写，大家只要敢演我就敢写。而且这个呢就是这样的，是我跟铁男不是在上一集有一个结婚嘛，这就是我们的婚后生活。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很想离家出走，因为被忽略了，但是又不能走远。他就在那个街心小花园，这个温度特别的，就是我们想到自己小时候都会离家出走嘛，但是也不会走得多远，就只敢在下面待一会儿，然后爸爸妈妈就差不多来找一下，然后就回家了，就这么一个。是怕被人找不到的一个感觉。对，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越亲近的人，越容易被我们忽略，你就觉得他一定会在那里。所以今天这个美妙的街心花园特别感动人，它是浪漫的、温暖的。我听说你们创作过程好像没这么浪漫吧？是怎么一个？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剧本是我写的，我一直渴望得到我们团队内某位男士
我一直希望他可以帮助我，可是他对我视若无睹啊。我说铁男来排练吧，铁男来帮帮我，铁男他就一直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他的主心骨也就是他的老婆，一直不在。整个就是人恍惚，然后那天我就跟他吵架，我说，哎，那天他老婆来了，对我跟他吵架，我说周铁男你应该道歉吧，他老婆在很远的地方，哇，那个100米啪啪啪冲过来，你凭什么让周铁男道歉？为什么是他应该来道歉呢？我当时心里一下子恍惚，我想，哇，这是爱情。哎，你们俩在这个赛段不是有作品了吗？为什么又弄出一个来？这个作品其实是为了我们的队友张佑维。佑维上一次失去了自己的搭档，我也拥抱。谢谢。当时是佩伦淘汰了以后嘛，我回去以后就发烧了。创作会的时候，那会儿我状态特别不好，就整个人是一个就是感觉飘在外面的局外人的感觉。然后看着大家他们都是齐齐整整的一家人，然后我就孤零零一个，等于说整个一个人就是一个状况外。然后观潮跟他们说，那个佑维还会写点口水歌。哎，我觉得这歌很好，是很好听，很好听啊！我们邀请博哥上来跟我们一起唱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歌确实好听，但是我只是在连排的时候听过一遍。美妙的街心花园，我是被人忽略的一棵大树。在这儿待了几十年，有个奇妙的发现，人们也会彼此忽略。鸟儿忽略了天空，树叶忽略了风，往往最亲近的人呐，最容易被忽略。这个作品我觉得有一点好玩的地方，就是你觉得它很妙。而且它有一个小美在里边飘荡着，对，那个东西是让人特别舒服的。谢谢波哥。来看分了，看分了，美妙的街心花园，分数是7700分。好，那一会儿再见哈，拜拜。谢谢。刚才这么一聊呢，我当时我心里在想，生活当中我有没有被我忽略的人？我是不是应该更在意更多的？你有忽略的人吗？此刻想着有啊，我就是经常陪家里人时间比较少嘛，有的时候会忽略掉我妈妈那样的啊。就是我突然有的时候会想起来，微信里面好长时间没有跟妈妈讲话了啊。对，于老师呢？忽略了老婆，忽略了孩子，就觉得好像他们应该理解我，其实不是的，真的。一会儿打个电话去吧。一会儿去打。我这个错了。有的时候因为太近了，你就会忽略他们，包括他们刚才说的家人也好，有的时候甚至自己的老师、自己的合作伙伴，忽略了好多人，你知道吗？看完这个，每个人脑子里都会转一转，我忽略了谁，我忽略过谁，我最近正在忽略谁，就挺好的。来吧。京东居家场景赛，下一个场景是三板大斧子选择的路边摊，作品的名字是《我要当主唱》。为什么选择路边摊这个场景？因为路边摊很接地气嘛，我觉得每一个人生活中应该都去过路边摊吃饭呀什么的，所以觉得在这个场景下应该会发生有趣的事儿。这次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这次的作品是发生在大学的合唱团，史策和蒋龙呢是2个大学生，然后他们在争夺这个合唱团的主唱。对，当然我是主唱。当然，肯定我最适合。听我的嗓音一定是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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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当主